这可能是目前为止最炸裂的纹身图模型了 ，Nano Banana。几周前，这个顶着神秘香蕉代号的模型在评测平台上悄然登场，没有任何公告，没有官方文档，但却凭着惊人的图像质量和角色一致性，凭实力吊打了一票老牌模型，在 AI 社区里引发轰动。当时有人猜它是 OpenAI 的秘密实验品，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独立研究团队的黑马之作。而几天之后，谜底终于揭晓 ，Google 亲自下场认领。Nano Banana 就是 Google 最新发布的纹身图模型 Gemini 2.5 Flash Image。作为 Gemini 2.0 Flash 的升级版 ，Nano Banana 是一个更加贴近真实工作流的 AI 编辑器。它不仅能在多次编辑中保持角色和画面的高度一致，还让用户只需要自然语言就能完成精细的局部修改和多图合成。相比过去大部分模型生成一张好图的目标 ，Nano Banana 则更像是一个随时待命的设计助手，能够帮你不断去迭代、调整、优化、创造。大量网友们在测试完之后都表示，这可能是 Photoshop 时代的终结。那么，在已经严重内卷的纹身图模型赛道 ，Nano Banana 凭什么能够再次掀起一阵狂潮呢？相比 OpenAI、Flux 这些强劲对手，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实的效果到底如何？谷歌的多模态能力如今又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硅谷101，我是陈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Nano Banana 来一探究竟。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硅谷101的年度科技大会又回来啦！过去一年我们关注的前沿科技领域发展是突飞猛进 ，AI 机器人、自动驾驶、脑机接口、生命科学 Web3 等等等等。那么很开心我们通过深度视频和播客内容陪伴大家。那么各位的喜爱和支持呢，也一直是我们做更好内容的动力。因此呢，我们想特此邀请你来参加10月5号的 Alignment 2025硅谷101科技大会。那作为内容团队我们的大会不仅请大咖来聊科技干货，更是一场有料、有故事、有梗的前沿聚会。去年我们的线下大会早早的售罄，所以呢，今年大会的规模会更大，话题呢会更有趣，嘉宾的阵容也会更强，包括了 AI 大模型、Agent、多模态、机器人、健康医疗、AI 教育、投资、Web3 领域的顶级研究员、投资人和一线从业者。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新环节，就是全球创业挑战赛，从全球数百报名初创团队中评选6支队伍参加总决赛，获得像包括 Founders Fund 的合伙人级别的硅谷顶级 V4 的展示机会，以及当场的投资意向。这是我们将有趣的技术干货与故事带到线下的第2年，用最好的内容让大家亲身感受前沿科技的酷炫和温度，一直是硅谷101的目标。那在10月5号硅谷，期待与各位见面，从这里驶向未来。在 Nano Banana 还没被 Google 正式的认领之前它匿名登场于目前全球最火、最权威的大模型测评平台 LM Arena。这是一个以社区投票为主导的 AI 模型竞技场，主要形式就是让2个模型匿名对战，用户盲选出自己更满意的结果，网站再根据社区用户的投票，基于一系列算法来对各家模型进行排名。大约在8月中旬左右，大家开始注意到，在 LM Arena 的纹身图和图片编辑榜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模型代号 Nano Banana， 并且在之后几天内，凭借着超级稳定和惊艳的输出，在排行榜上迅速蹿升，最后稳坐榜首。那么一时间Nano Banana 的名字是迅速的传开，并且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与讨论。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神秘的模型究竟是谁的手笔呢？就在关于 Nano Banana 的讨论进入白热化的时候，8月25号前后，包括 DeepMind CEO Demis Hassabis 等在内的谷歌工程高管就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暗戳戳地发带有香蕉元素的帖子，让悬念逐渐落地。而就在 Gemini 2.5 Flash Image 被正式官宣发布之前，谷歌 CEO Pichai 更是连发了3根香蕉，宣示了对 Nano Banana 的主权。上一次纹身图模型如此热闹的场面，还要追溯到几个月前 GPT-4o 的吉卜力热潮。那么这次的 Nano Banana 究竟好在哪里？我们采访了一些开发者，大家都首先表示Nano Banana 此次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它的一致性能力。我觉得最惊艳就是它在这个角色的一致性上面做的效果非常好，比之前的模型，我觉得效果上这应该是做的最好的一个。Nano Banana 让我比较震撼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次生成成功，然后保持这种一致性，
包括它的这个可编辑性是让我感到很惊讶的一个地方。那过去很多模型在对图片进行反复修改的时候，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换了衣服，人也变了脸。比如说呢，你想把照片里面的外套换个颜色，结果呢，系统顺手把五官呢也是给拉歪了。那么这种不够像的小偏差，让人很难把 AI 当作可靠的创作工具。而 Nano Banana 的改进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在多轮编辑中牢牢地锁住人物或者物体的核心特征，无论是调整姿势、换服装，还是把狗狗放进新的背景里面，主体能够始终的保持不变。那么第二个大的突破就在于多图融合。那过去把两张完全不同的照片合在一起，常见的问题呢就包括不同图像间的不协调、空间扭曲、细节丢失或者变形等等，人在场景里往往看起来都像被贴上去的。而 Nano Banana 能够在多图合成的时候自动处理风格和逻辑一致性，让画面呢看上去浑然一体。那么第三个亮点呢是自然语言驱动的精准修改。以前呢想要改动一张照片，往往要自己画蒙版，或者呢用专业的工具去反复的擦拭。现在你只需要简单的描述，换个背景，或者呢从照片中移除整个人物，改变人物的姿势等等，那 Nano Banana 就能够在其他部分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呢，精准的执行用户的要求，将图片编辑的操作门槛几乎降到了0。甚至你都可以不使用语言跟它交流，随手呢画个简笔画都可以。此外，它还加入了多轮对话式编辑和风格混配，你可以先让它把房间刷成薄荷绿，再补上书架，换个地毯，模型会一步步记住上下文，不会把之前的成果推翻。甚至你还可以要求它把花瓣的纹理应用在鞋子上，蝴蝶翅膀的图案变成一条裙子，生成一种全新的创意风格。当然，安全性也被摆在了前面。Google 给所有 Nano Banana 生成的图片是加上了可见水印，同时还有肉眼不可见的数字水印 Synth ID， 以保证未来能识别和追溯 AI 作品。那么在 Nano Banana 正式发布之后呢，背后的 DeepMind 团队也是首次走到了台前，讲述了这款模型背后的研发故事。团队介绍说， Nano Banana 最核心的突破是使用了一种叫做交替生成的图像生成的新范式。它会把用户的复杂指令拆分成多个步骤，每一步只做一个小调整，比如说先换衣服，再改背景，然后再加宠物。那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 AI 编辑不再失忆性的一次性乱改，而是带着每一轮修改的记忆，从而保持主体的一致性。研发人员还透露Nano Banana 之所以能够在创意场景里表现得更自然，是因为它充分利用了 Gemini 的世界知识。Gemini 团队和 Imagen 强联合。Gemini 团队呢是带来了语言理解和世界知识的能力，让模型能够听懂复杂的指令。而 Imagen 团队呢则是提供了高质量图像生成和风格控制的经验。两者结合，让 Nano Banana 不仅能画，还能理解逻辑和语义，让模型在理解、创造、理解的循环中表现全面。对于 Nano Banana 的未来发展方向DeepMind 的研究员就表示，他们希望呢 Nano Banana 并不只是一个生成图片的模型，而是能够成为一个可靠的、能够陪伴用户进行思考和创作的智能体。I think definitely smartness, like in high level, is the direction that we are pushing forward, while maintaining the visual quality or improving it. 那根据 IM Arena 的匿名测评结果以及谷歌公布的测试数据来看，此次的 Gemini 2.5 Flash Image 基本上是全方位的碾压了 ChatGPT 4o、Flux Context、Queen Image Edit 等竞争对手。而在生成成本上更是让人惊掉下巴，单张图像的生成成本仅需要 0.039美元，也就是不到3毛人民币。那么 Nano Banana 的真实效果真的有这么好吗？目前，普通用户都可以在 Google Gemini 应用程序、Google AI Studio 中直接调用 Nano Banana， 也可以使用 Gemini API 和 Vertex AI 平台，而 Adobe LoveR 等平台也陆续宣布已经将其集成进创意工具中。这些渠道的开放，使得普通用户、专业设计人士和开发者都能够轻松的访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用户不仅可以免费用，跟之前很多模型的龟速出图不同这次 Nano Banana 的生成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输入指令之后呢，大约几秒钟就能够完成出图或者修改。也正因为这样便捷高效的操作，朋友们可以说已经是玩疯了。首先呢，大家几乎都对 Nano Banana 的人物一致性效果感到惊艳。给一张普通的游客照换个背景，换个衣服，假装自己在球赛现场，
动动手指几秒就能搞定。影棚里的侧面照变成正脸正肩照，发型造型换一换，更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以前品牌方需要花大量经费的棚拍、置景、造型，现在也就只需打几行字，零成本就能出片。此外，还能用一张卡通人物的图片生成各式各样的人物表情和动作。自家宠物也能随意换个毛色或者品种。那看到网友们发的效果这么好，我自己当然也是忍不住上手试了一下。先把我们家的萨摩耶小弟换个颜色，整个萨摩耶秒变造哦。再换个品种试试。这个哈士奇好像也不错。好，再来玩玩我家的儿子 Benjamin。我又上传了一张我在后院抱着宝宝的照片。首先让 Nano Banana 把我们瞬间移动去马尔代夫，去巴黎，然后去北京故宫。看起来周游世界是毫无难度。接着我让他把我怀里的宝宝变成一只猩猩宝宝。Sorry Benjamin， 妈妈玩上头了。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呢也非常自然，在我完全能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猩猩宝宝的墨镜、表情、动作都保留了原片。我决定再给他加点难度。首先让他把我的表情从微笑变成惊讶，接着把我的姿态从看向镜头转为惊讶的看向宝宝。大家可以看到人物的一致性依然保持得非常好，而且大家注意看，我侧头之后，我墨镜中的反光竟然变成了沙滩的景象，整个逻辑和细节真的是太赞了。虽然目前谷歌还没有发布 Nano Banana 相关的技术报告但是亚马逊 AGI 部门 Applied Scientist 张颂阳呢就猜测，这次 Nano Banana 的一致性控制能力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可能是在数据上花了很多功夫。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数据，然后呢，他需要做一些数据的一些清洗，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数据你直接拿过来用就能做到你想要的效果。你需要针对，比如说有一些数据，你需要进行一些筛选，把一些高质量的数据，包括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比如像人脸这种比较难做的这种，你需要增加它的比例什么的。数据清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是需要去做的，一个是数据来源，一个就是数据的一些清理。对，我觉得主要是两块。除了超稳定的人物一致性之外呢，它的多图融合功能看起来呢也已经是到了出神入化的一个程度啊。想让人物跨时空会面，它生成的照片几乎能够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从人物表情到光线对焦都毫无违和感，甚至上传几个食材就能帮你做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这么厉害吗？让我再来试试啊。首先呢，让我给老冤家马斯克和奥特曼来攒个局。感觉大家聊得还不错。那接着让我们都穿上一个香蕉服装试试，哈哈，有点可爱。那再加点难度，让他把路人 Pichai 和扎克伯格来跟我们来张合影。Wait， 马斯克怎么变成小扎了？还有 Pichai 去哪里了？好的，人总算回来了。不过这不是马斯克，好吧？这个好像也不是 Pichai。好，跟他确认一下，最右边这位是 Pichai 吗？你猜怎么着？他居然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是。你看，连自家老板都不认识，这可是要扣工资的呀。那我决定再帮他一把，看一下他到底能不能纠正过来呢？好吧，我输了，看来呢就只能扣工资了。那大家可以看出来 Nano Banana 还是有很多有 bug 的地方，这个呢我们稍后来说。但是一般的合影需求呢，其实还是做得非常的丝滑的，非常的出神入化了。那比起娱乐玩梗，其实更重要的是多图融合的能力，现在已经显现出一种专业化替代的能力了。比如说有网友一次性输入了包括模特照片、产品、布景元素在内的10几张图片，让 Nano Banana 进行融合设计，最后的效果令人惊艳，几乎可以媲美甚至超过广告设计公司。而对于服装品牌们来说， Nano Banana 几乎可以帮忙省去他们以后找模特拍产品图的工作。比如说让 Taylor Swift 换身西装，只需要上传一张衣服的平面照片就能搞定，甚至还可以调整各种姿势、光影，连续生成各种角度、各种姿势的模特上身效果。此外呢，拥有了世界知识的 Nano Banana 对抽象指令的理解能力也迎来了大幅度的跃升。比如说网友们随手画的一个简笔画，它就能准确地结合上传的人物图片进行姿势的改变与创意设计。让 Sam Altman 给你表演鞍马，一张图就能搞定。再比如在平面地图上随便画一根线，它就能给你展示从这根线的视角能看到什么样的实际风景。此外官方介绍中的多轮对话式编辑和风格混配能力也并没有夸大其词。
比如说把它用于室内设计和绘图渲染，让它用不同的花朵纹理给我设计一个新衣服等等。这个样式嘛有点土，我们再换一个哈。这个稍微好点了。那么针对目前 Nano Banana 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啊 ，Nathan 就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对图片的编辑能力已经开始达到了文字的类似水平。它现在实现的功能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在文字的这个阶段，你把其中一段话给画出来，说你帮我把这一段给改一下，或者这段这个语义不对，你帮我把它给重新描述一下，对吧？那现在其实它能够在图片做到相同文字编辑那样的效果。你可以跟他说，把某一个比如说窗帘的颜色换成从红色换成蓝色，或者说你能够把这个物件给去掉，或者从一个图片中加这个物件。其实你看，就是有点像我们在编辑文字似的，可以去在很细微、细枝末节这个地方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优化和改编。我觉得这个是它真正在多模态这个模型中已经做到了，就是说单一的语言模型可以达到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但其实我们以上的展示呢，都还只是 Nano Banana 能力的冰山一角啊。自发布这几天来，网友们还正在不断挖掘出 Nano Banana 的各种新鲜的玩法。比如说已经火爆全网的手办模型，我也忍不住上手制作了一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可爱。那除了手办等静态操作之外呢，另外一个爆火的趋势是将 Nano Banana 的能力跟其他平台相结合，创作出效果惊艳的视频。比如说有人把 Nano Banana 和 C-Dance Clean 结合使用，实现了让梵高、蒙娜丽莎从油画里走出来，变成真人坐在中央公园聊天。有人使用 Nano Banana 和 C-Dance 仅用不到2小时就做出一个动画短片，也有人使用 Nano Banana 和 Wavy 制作出细节满满的 3D 产品介绍等等。那么跟其他模型相比， Nano Banana 的能力是不是真的要强大很多呢？那我们自己也是进行了几个简单的测试哈。同样改变照片背景的指令，这是 GPT-5 的人物几乎是变了样。这是 Flux 的人物呢倒是抠出来了，但是头发少了一块，人呢像是被贴上去的。而到了让照片融合进行合影的指令， GPT 不仅不能一次性理解并完成我的指令，生成出来的照片也完全不可用，不仅像贴上去的，甚至我这个人都变样子了。那我们用同样的 prompt 在 GPT 上试了一下创建手办，人物比例、五官、背景等细节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瑕疵。对比使用下来，最大的一个感受是，目前在生成速度上，其他的模型呢不仅要比 Nano Banana 要慢了几倍，效果和输出的稳定性方面呢也是逊色不少。当然呢 ，Nano Banana 目前也并非没有翻车的时候。首先，在中文能力方面Nano Banana 依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生成的图片依然存在文字乱码、乱读的现象。对编辑指令的理解和执行呢也会出现偏差。比如说我在要求对这个手办加上一双腿的时候，它直接加到了盒子上，顺带呢背景里的图片也不翼而飞了。而在多轮对话编辑中，它在面对复杂指令的时候可能就突然凌乱了。比如说我在前文对话中想继续让它尝试多图融合，生成一张马斯克、扎克伯格、劈柴一起围观我怀里星星宝宝的照片，不仅人物比例和表情呢极其的不协调，就连我这个照片的主体都变了一个人。除此之外呢，网友对它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图片分辨率不高，对提示词的审查太严格，艺术性和审美比不上 Midjourney 还有 Imagen 等等。但是呢，总体来说，大家对 Nano Banana 的评价主要还是以积极正面为主，几乎都认为这是纹身图的又一里程碑。如果把 Nano Banana 放在更长的时间上来看，你会发现，这并不是谷歌的一次偶然爆发。事实上，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中，谷歌几乎用一种密集轰炸的节奏，把多模态产品一口气给推到了前台。各种模型、各种迭代，甚至呢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那么目前谷歌到底有哪些多模态产品线呢？我们来一起理一理啊。那么谷歌的多模态产品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矩阵了，它们大致呢可以分成5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纹身图 Imagen 系列。
Imagine 系列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5月，当时 Google Research 首次提出了这一纹身图模型。它的特点是结合大语言模型理解提示，再用扩散模型生成图像，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超越 DALL-E 2的新一代方案。不过因为安全和版权风险， Imagine 一开始并没有开放给公众使用，直到2024年的 I/O 大会，谷歌才正式的推出了 Imagine 3， 真正的走向产品化。到2025年5月，Imagine 4发布，进一步的强化了光影表现和细节质量，朝着接近真实摄影的方向迈进。第二条主线是纹身视频的 Veo 系列。2024年1月，谷歌研究院首次发布了 Lumiere， 用时空一致性扩散的方式直接生成整段视频，让动作和背景更加的连贯自然。随后在2024年5月 I/O 大会上正式亮相了 Veo 1， 可以生成 1080p 的高清视频。到了同年的12月 Veo 2升级到 4K， 并且首次接入了 Vertex AI 平台。而在2025年5月的 I/O 大会上，谷歌再次亮相了 Veo 3， 不仅能够生成视频，还能够同步生成音乐和旁白，把纹身视频真正的推进到了影视级创作的阶段。第三条主线是 Genie 系列，也就是交互世界生成，也被称为世界模型。和纹身视频模型不同， Genie 的目标不是做一段看的视频，而是直接生成一个能玩的虚拟世界。Genie 1于2024年初首次亮相，作为第一个能够根据图像生成可玩的 2D 游戏环境的模型，它展示了 AI 创造互动世界的潜力。紧随其后 Genie 2在2024年年底发布，在1代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它能够生成更长、更复杂的 3D 互动世界，将 AI 生成的虚拟环境从2维平面扩展到了3维空间。而最新的 Genie 3在今年的8月5号推出，能力再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能够从文本或者图像提示生成动态、可导航的 3D 世界，并首次支持实时交互和提示性世界事件，允许用户在生成环境中实时修改物体或天气，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模型。那么换句话说，它不仅能够帮你生成一段画面，还能够让你真正的走进去，去玩，去体验。那么这让 Genie 成为了谷歌多模态矩阵里面一个特别的分支啊，它不是单纯的视频生成，而是纹身视频和虚拟交互的一个结合，预示着谷歌的多模态探索正在触碰沉浸式体验和虚拟世界构建的边界。第四条主线是面向创作者的工具集。2024年5月，谷歌在 I/O 上同时推出了 Imagine FX 和 Video FX， 让用户可以直接在 Labs 中体验纹身图与纹身视频。到了2025年5月，谷歌又发布了 Flow， 这是一个专为影视叙事设计的工具，把 Video 和 Imagine 的能力整合到分镜、镜头、叙事风格的工作流里。而最后一条主线就是 Gemini 多模态底座。Gemini 是谷歌的通用多模态基础模型，是整个系统的大脑。它的核心能力在于理解、推理和处理各种信息，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等。Gemini 扮演着一个通用智能体的角色，为其他更专业的模型提供强大的基础支持和世界知识。2023年年底 Gemini 1.0 发布，确立了 Ultra、Pro、Nano 3个不同尺寸的模型家族形态。2024年2月 Gemini 1.5 发布，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尤其是其突破性的长上下文窗口，让它能够一次性处理海量的文本、代码、图像，甚至是视频，这让模型在理解复杂、冗长的文档或者视频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2025年2月 Gemini 2.0 系列登场，推出了 Flash 和 Flashlight， 能够更好地应对需要低延迟和大规模部署的应用场景。到了2025年8月 Gemini 2.5 Flash Image，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Nano Banana 正式的现身，把 AI 修图直接变成了人人可用的体验。那么盘点下来呢，你会发现啊，谷歌的多模态战略呢，已经逐渐的清晰成型了。纹身图的 Imagine， 纹身视频的 Veo， 探索交互世界的 Genie， 再通过 Flow、Image FX、Video FX， 把这些能力嵌进创作工作流，而背后的支持是快速迭代的多模态底座 Gemini。那么在采访中 Nathan 谈到，谷歌所拥有的非常顶级的人才、基建和数据底座呢，是它在当前激烈的大模型竞争中的优势所在。在看似复杂庞大的产品线的背后，谷歌其实也有着比较清晰的产品路线啊。
它每次发不同的这个模型，它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消费场景或者是一定的这个 user case， 它其实是针对一定的这种 user profile。因为大家在做产品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你的这个客户人群是谁，这样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不是说我做了产品再去找客户人群。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的话，谷歌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主线，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人群应用的场景再去开发或者是去迭代它这个模型，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是比较清晰的。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谷歌也正在渐进式的朝着大而全的智能体方向推进。就现在很多大公司都是希望做一个大而全的这么一个模型，它能够支持不同的模态，是一个就叫 any to any 的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个 model， 包括语音，包括图片，包括视频，包括文字。甚至包括代码这样的，都希望做一个大而全的这应该更符合一个大家对一个智能的一个认知。但是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下面，我们可能需要针对每一种任务，然后来去进行研究。比如说，我们就先研究一些图片怎么生成图片，再研究怎么生成视频。所以说，你会看他们的这个模型，因为它是不同的团队在做，他们的比如说他们先得把某一个任务它先突破了，然后他发一个产品，然后在另外一个任务可能也突破了，发一个产品。然后我相信作为一个用户来说，我是肯定也是希望他能把这些模型能够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使用界面也更简洁。对于未来谷歌多模态的发展，大家目前普遍猜测，谷歌或许会把更多的模型能力向 Gemini 融合，进而面对普通用户打造一个多模态的超级流量入口。而比如说像 Imagen、Veo、Genie 等模型，未来则将继续向纵深发展，主要为专业级的开发提供服务。从 Nano Banana 到一整套多模态矩阵，我们看到了谷歌过去1年多的加速爆发。在这场生成式 AI 的竞赛里面，谷歌曾经被质疑掉队，但是现在无论是图像、视频还是虚拟世界和创作工作流，谷歌呢几乎是把所有的环节都重新的补齐了。这种连环全市的产品发布似乎在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谷歌不只是在追赶，而是在试图用一个完整的矩阵去重新定义生成式 AI 的边界。但问题是，这样的爆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市场优势？而在这场速度与创新的较量中， Nano Banana 又能够领先多久呢？那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觉得谷歌的这波多模态大爆发如何，以及 Nano Banana 到底好不好用？你们的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